影片超级的猛，艾特你的大冤种，一起坐上这趟过山车，来看这部2024最新恐怖悬疑片《闹鬼领域》。我认为它是一部光怪离奇的影片，挑战观众的认知极限。话说，在1981年的某天，娜娜给酒店客人放下毛巾，打算离开，窗帘处出现了一个人影，竟然是钻进了地毯里，冲着娜娜爬了过来。娜娜壮着胆子把地毯拉开，里面似乎有个人影飘出来又消失了，接着大床被莫名的掀了起来，看样子是要撞击娜娜，吓得她赶紧跑出房间锁紧房门。那么酒店里为什么会闹鬼？接下来又会怎样呢？故事要从4天前讲起。清洁工阿芳首次来酒店上班，老板梅姨让阿芳不要上3楼打扫，那里正在搞装修。随后他在2楼隐约听见3楼有动静，就在好奇心的驱使之下跑上来看，然而3楼的大门是锁死的，他就要转身下楼，可是房门却自动的开，于是阿芳就走了进去关了。3楼过道上那些灯泡冒出滋滋的火花，而且他听见其中有一间客房里传出女人哭声，于是就推开了那间房门，发现里面坐了一个白发女子，只见她口里说着，阿芳也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，就被吓跑了。从那天算起，到了第3天的晚上，阿芳就跟女儿小丽说了这个事情，表示自己从未见过如此白的人。自从那天起到现在，每天都死了一个她认识的人，而且都不是自然死亡。今晚是第3天，阿芳感觉精神恍惚，感觉这是要出大事不可。小丽就开导阿芳多做祈祷吧，这一刻离午夜还有15分钟。阿芳想想也是，然后全身心的做了祈祷。这时房子外面电闪雷鸣的，阿芳自顾着祈祷，在他的身后出现诡异的一幕，从镜子里走出了一个白发人影，慢慢的靠近阿芳。阿芳似乎也感觉到啥，就把头扭到一边看一看，可是什么也没有啊。然后阿芳继续念着经文。午夜12点的钟声响起，吓得阿芳钻进了被窝，神秘的女声飘了出来。阿芳当然听懂，可是已经晚了，那个阿飘冲着阿芳扑了过来。小丽听到动静跑过来，已经晚了。母亲阿芳已经躺在地上一动不动，那个领盒饭的样子惨不忍睹啊。3天以后，娜娜和妹妹菲菲从雅加达来到了这座酒店，接待他们的正是外公老卡和外婆梅姨。他们的父亲已经去世了一段时间了，这次娜娜和菲菲是来继承这家酒店的。老卡和梅姨开心坏了，终于可以把酒店交出去。娜娜对经营酒店很不感兴趣，但是也没有办法，总不能让老人家继续操劳吧。梅姨就把娜娜父亲阿杰在这个酒店的遗物交给了她，然后告诉2姐妹离3楼远一点，千万不要上去。梅姨表示3楼是在装修期间，所以就把门锁死了，而那些工人又在休假，因此谁都不能上去。娜娜和菲菲就答应了，可是娜娜带着菲菲去办理入学手续，正好遇见前男友阿多，两人互相表示了问候，但是看得出娜娜很尴尬。随后阿多就表示他代表报社来这里采访，4天前有个学生家长在家里意外惨死，他现在就要去那家酒店采访。娜娜一听，这不正是自家的酒店吗？她异常的惊讶，因为外婆没有告诉她这件事。随后两人回到了酒店，外公和外婆表示对芳姐如何死亡的根本就不了解，警方已经在调查，之所以没有告诉2姐妹，是怕她们对此感到害怕。随后他们只好各自去休息了。半夜娜娜睡不着，就到天台散步。她突然发现酒店的3楼竟然亮起灯光，在好奇心的驱使之下，她来到了3楼。她同样听见了几声女人的哭声，于是就找了一把钉锤，然后把房门撬开走了进来。那个场景跟前几天芳姐进来时一模一样。娜娜循着声音来到了一间房门前，推开房门，看见一个白发的女子坐在化妆镜前，同样说了相同的语句，3天半夜。但是娜娜没有听懂，感觉不好意思打扰，就把房门关上。隔日娜娜要开车出门，她在车门上看见了红色的数字1，娜娜有些紧张了，就走下了车四处看看，可是也没有什么特别的，然后再次返回车里，那个数字突然消失了。我觉得这个数字可不简单了，娜娜已经被阿飘惦记上，开始生命的倒数，到了第3天，娜娜就会像芳姐那样。现在娜娜还茫然不知。回头娜娜找到外婆，就问那一组语句的意思，梅姨当然听得懂本地的方言，告诉娜娜就是3天半夜的意思。然后娜娜就告诉梅姨，昨晚自己上了3楼，这些话都是那个白发女人说的。梅姨已经吓得脚瘫手软了，不知如何是好。这是菲菲要娜娜开车送她去学校，这才让梅姨暂时没有那么的紧张，但她还是告诉了老卡，同样她也被吓坏了。娜娜回到酒店，警察正在盘问外公外婆，阿多就在一旁采访。这时电话铃声响起，但是前台太忙了，娜娜就帮着接了电话，
客人是需要送毛巾到13号房，于是娜娜就照做了。可是到了房间里，一个人都没有。娜娜听见洗手间有洗澡的声音，于是就放下毛巾打算离开。这时电话铃声响起，娜娜一接听，电话那头的女人让娜娜猜她在那里，接着说了一句她被关了很久了，需要多晚一会。娜娜赶紧把电话挂了，然后问前台13号房的客人情况，得到的反馈是这间房没有住人。娜娜吓懵逼了，下一刻窗帘处出现了一个人影，竟然是钻进了地毯里，冲着娜娜爬了过来。于是就发生了片头那一幕，吓得她赶紧跑出房间，锁紧房门。就在这时，阿多正好经过，然后抱住娜娜安慰了一会。随后阿多打开房门，一切如故。随后酒店的员工都辞职了，他们都听说了这里闹鬼。阿多也从警察那里知道3楼住着神秘的女人。外公外婆见瞒不住了，就把他们知道的事情说了出来。原来在6年前，他们全家遇到经济困难，但不知为何，娜娜的爸爸阿杰竟然在外面继承了遗产，也就是这家酒店。随后他们就大致整理了一下酒店，才好开业接待客人。电工在3楼发现了那间没有门牌号的房间，住着一个白发女人。3天后电工死亡，于是他们就请来灵媒一看，确定里面住着是阿飘。因为不知道他的名字，所以灵媒也没有办法，他们只好把整层楼锁死，然后酒店营业到如今。要不是前几日芳姐打开了那个房间看，也不会发生什么的。随后菲菲在学校也发生了遇鬼幻觉，等娜娜和阿多赶到学校一问，原来菲菲在昨晚上也去过3楼。哎呀，这下完了，两姐妹前后脚都去。现在两人还剩2天的时间。到了晚上，娜娜发动所有的人翻阅父亲阿杰所写的小说，想从中出一点线索，但是没有任何的作用。于是娜娜和菲菲就再次进入3楼那个房间找线索，反正他们已经被盯上，反而不怕了。阿多就外面守着。娜娜在床底下找到一张小纸片，这是阿飘附在菲菲身上，开始搞事了。阿多听见动静就跑进这间房来救人，就这阿多也被诅咒了，他也只有3天的寿命。隔日镜子上出现了数字2，姐妹俩都明白什么意思。后来外公外婆翻遍3楼的其他房间，在床底下找到了一些碎纸片，终于拼凑出一封信。这封信应该是父亲阿杰写给那个阿飘的。他们从信上大概知道一个长满松树的地方，外公想起是有那样的地方存在。阿多和娜娜赶紧开车来到了那个村子，得知那个白发女人叫做阿夏，她是村长的女儿，出生在午夜，从小就得了白化病，被全村人耻笑，父亲也是看不上，在他20岁的那年离开了村子。等阿多和娜娜返回来，已经是第3天了，于是就赶紧把灵媒找来驱鬼。一通折腾之下，灵媒这才搞明白，阿霞后来在森林里被阿杰救了，不久两人相爱了，阿杰就让阿霞住在那间房里，他要出去雅加达办点事。可是等了快1年了，阿霞也不见阿杰回来，于是就去雅加达寻找阿杰。无意中他在街头看见阿杰跟别的女人挽在一起，那个女人已经大肚子了，阿霞就回来自杀了，临死之前下了诅咒，凡是进入这个房间的人在3日之内都会被杀死。灵媒醒来就把所知道的告诉了阿多他们，然后交代两人只有寻找到阿杰的物品，抚慰了阿霞的鬼魂，这场灾难才会停止。到了晚上，娜娜终于在父亲遗留的物品中找到了一枚戒指和一些信，这才搞明白当年是个误会。阿杰其实是去雅加达买订婚戒指的，但是在路上出了车祸导致失忆，随后对夫妇看着阿杰非常像他们过世的儿子，于是就收养了阿杰，然后好介绍了女子跟阿杰结婚，不久生下了娜娜和菲菲。直到6年前，阿杰记忆恢复，继承了这家酒店。随后阿杰找到阿霞尸骸，就把她埋葬在酒店下面的防空洞里。这下所有的人搞明白了，阿多就表示可以把戒指戴上阿霞的尸骸的手指上，那样阿霞的怨气不就消失了吗？说干就干，两人就在防空洞里找到了阿霞的埋葬点，但是阿多被别的鬼魂附身了，反复阻止娜娜挖掘阿霞的尸骸。最后在午夜到来之前，娜娜终于用尽全力给阿霞手指戴上了，随即阿霞的魂魄消失，看样子那股怨气也随之没有了。姐妹俩终于获救了，阿多应该也没有事了。到了第4天上午，阿多找到娜娜，希望两人能够复合。娜娜表示自己患有癌症，切除了子宫，导致无法生育。阿多表示自己不在乎，于是两人激动地拥抱在一起。到了晚上，阿多洗完澡出来，电话铃声响起，阿多接听了，但是没有人说话。随即房间的灯熄灭，阿多就想出去，可是房门被锁死了。午夜12点的钟声响起，3天午夜的话语飘了出来，没想到阿霞的鬼魂从镜子里跑了出来，硬是让阿多领了盒饭。第2天，娜娜看见了阿多的惨状，痛哭不已，她不相信这种事情还能发生。到了中午，阿霞附身在菲菲的身上，告诉娜娜
只有她们两姐妹是安全的，凡是进过那个房间的人都要死。娜娜一家只好出售这个物业，回到雅加达。影片到此基本结束。我觉得本片的故事情节太过于离奇，但是离奇也不等于就是很棒。满分5星，我给打分3星半。本片的女主是印尼鬼片中的常客，演技还是不错的。本片的一大亮点就是特效，导演是下足了功夫，比5毛的特效要强太多了。前半段故事情节非常的棒，高能不断，悬念感十足。到了后半段，先是车祸，然后是失业，最后又是癌症不能生育。那些狗血的爱情剧情节全出来了，也不知道导演是怎么想的，为什么加入如此众多的元素？虽然也不违和，逻辑上也讲得通，但我就是觉得自己的大脑无法接受如此多的剧情元素，总感觉是画蛇添足。难道为拉长影片的时长吗？好了，谢谢大家的捧场。